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Leon。在这一期的影片里面，我要来给你们开箱，还有测评一下这一款小型打磨机。这个是 Dremel 4000，其实这个是一个名牌货，老实说，价钱挺贵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感觉用起来真的是超爽啊！那为什么我要入手呢？其实最近我以前用了一款打磨机，我大概用了好多年了吧。我入手的时候就到现在大概已经有6、7年吧。只不过我当初入手的那几年呢，我其实很少用，因为主要是我不会用。直到最近这几年呢，开始用的比较频繁了之后呢，结果还是某一天他就决定寿终正寝了啊，那也就是几天前的事情。那时候我就痛下决心，决定入手一款比较贵的。所以这次呢，我就能够给你们好好的测评一下，究竟贵的和便宜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首先呢，我们就先来开箱一下这款打磨机。把这个箱子打开之后，然后我们可以拿到这个是蓝色的布料袋子吧。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放边去。箱子打开之后，我们可以拿到这个蓝色的袋子。这个蓝色袋子呢是其中一个配套，它还有另外一款配套是金属箱子。老实说，那个金属箱子真的是超好看的，只不过就价钱上还是贵了很多。所以我个人就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去花那个钱就买那个金属箱子。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袋子，首先这里是有一个空间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大的空间。先把这个小的空间打开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打开了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这个是配件，我们再把这个打开。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里面有这个打磨机的主体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是延长线，延长线的作用就是在有一些情况下，如果握着这个主机其实蛮大个的，就跟这个比起来的话，这个握起来就比较重，也比较没有那么好握。反而这个延长线的话，我们可以这样，还可以当做是握笔，用握笔的方式来握。然后这个情况一般上都是在雕刻的时候才会这样。还附送了这个配件的资讯，比如说这些雕刻组的这个磨头，这个就没有附送在里面。这些雕刻的一般上是用来磨石头的，还有一些金属的吧。我本身就不太会有用到，所以其实没有的话也无所谓了。后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是其他额外的配件，我觉得蛮有用处的。就比如说这种的，还是类似这样的，就在做道具上或多或少应该会有一些用处。不过我本身其实还没用到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跟你保证哪一种会比较好用。此外，里面还有这个说明书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袋子放边去。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打磨机的主体。然后根据官方网站上面写着呢，这个是一款高效能的打磨机，它能够在任何的速度下都能够达到最大的效能，而且这个还有一个电子式的回馈，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维持同样的速度。而且这一款也搭载了这个可变换速度的这个系统，也就是最低转速是每分钟5000下，然后可以达到最高35000下。这个速度其实它的范围是真的是超广。我觉得这个5000下的转速可以用来打磨，还有雕刻一些比较细小的东西。然后最高的这个速度，其实我还真正没用上这么高的速度了。对我而言，用来打磨 EVA 适合的转速应该就是到25000左右吧。在25000的转速左右下打磨，其实基本上就不太有什么阻力了。这一款有快速夹头，可是我这里的配件好像没有。要装上配件的话，就先按住这个，这里是一个锁头的这个按钮，先把这个按钮按下去，然后你再把它转到一个点上，能够把这个按钮按下去了之后，就代表这个部分已经固定了。固定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转开，转松了之后，我们再把插件插进去，然后把这个锁紧之后，只要把这里打开就可以使用了。然后使用了之后呢，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调整它的速度。所以基本上这个使用方式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拿开，然后我们再来看里面这附送的配件。这里面的附送的配件呢，有这是一个扳手，是用来装这些配件的。然后过后还有这个是抛光剂，这个抛光剂是配合这个像棉条的东西来使用的，只要沾一些，然后就用来抛光应该就是这样吧。我其实也没用过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这个是用来清洁的这一款也是，还有这个砂纸的磨片，我个人是没用过这个，不过有机会的话我会使用，然后还会再另外拍影片，然后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使用心得。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是你看到背面这是黑色的，这是山楂片来的，其实是可以吃的开玩笑，这个是玻璃纤维切片，这个玻璃纤维切片一般上都是用来切割金属的。你看上面这里也是有画，这个是金属的标志。然后我觉得官方最细心的就是有这个应该是他所说的这个快拆头吧。这个快拆头我觉得真的是很方便，就是把这个切片只要把它按下去。
然后再转一下，就可以很轻松的装上去。装上去之后，这个基本上也是不会旋转的。这个比起大部分的便宜的配件来说，大部分的都是只是送你一个比较普通的，然后就用螺丝锁上去，那个非常的危险。这个呢，至少给我感觉就比较安全多了吧，也是比较稳定。然后拆开来的话，也只要把这个推下去，然后转一下。就可以拆出来了。它还有附送这个是石头的磨轮，石头的磨轮一般上也是抛光，还有把 EVA 的表面磨滑的时候都会使用这种磨轮。然后还发现其实还附送了另外一片额外的一片吧。再挖了一下，结果发现它其实还有附送一个比较基础的雕刻的头，还有这个是钻头。它的配件大致上就是这样了。做道具而言，我一般上会用到的还是这个了，因为一般上我都只是用这个机器来做打磨，然后其实我也不太有用来做一些切割什么，因为用高速旋转的东西都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不管如何，在使用这个机器的时候，千万要记得要带上你的呼吸器还有眼罩，千万要记得安全第一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大致上已经看完了这里面所附送的东西了，然后接下来我就有一段小教程是来跟你们了解一下，一般上我在打磨的时候都是先做什么准备，然后还有打磨的时候要怎样才能够把表面磨得比较好。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到我们的工作室去吧。Let's go。先是穿上一个围裙，以避免沾到粉尘。接下来就是更重要的呼吸器，以避免吸入粉尘。先把头带从上面套上去，然后再把下面的头带扣在头部后面。最后准备一个 PVC 水管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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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 Dremel 4000主体，然后这里有粗磨轮和细磨轮。粗磨轮主要用来塑形，而细磨轮则用来抛光。然后这里还有个小扳手是用来固定配件用的。这里还有个我随便制作的小匕首，用来做示范用途。这是一个用2片 ECM EVA 叠出来的小匕首，这样厚度也比较容易磨。至于粘合部分的胶水，我使用的则是黄胶，因为黄胶的覆盖率比较大，磨了之后比较不会有漏掉的部分。那么首先开始使用这个磨机前，需要先按下这个按钮，然后把这个夹头转开，之后把粗磨轮安装上去，先用手锁紧，然后再用扳手把夹头锁紧，只要确定磨轮不会松开就可以使用了。接下来把其他东西都放边去，在开始打磨前也要先了解一下一些打磨的基础。首先是机器的转速，这个磨机的转速可以从最低5000下到最高35000下，低速是用来磨比较细节的部分，当然移除的材料也比较少，但是会比较好控制。高速的话则比较适合用来移除大部分的材料和给整体塑形，自然的也就比较难控制。目前根据我的使用经验来说，我大致上常用来磨 EVA 的速度在20000到25000下左右，如果需要用来磨比较细小和细节的部分的话，就会下到10000到15000左右。打开开关后，接下来要确认的就是磨轮旋转的方向，因为这种磨机用来打磨的话只能够顺着磨，比如这里可以看到的这个磨轮是往这个方向在旋转，如果不确定的话，一般上机器也会有标记，这样也可以知道旋转的方向。所以打磨的方向就是往这个方向磨，逆向的话往往会因为转速太快太难控制而容易移除过多的材料，所以才需要顺着磨。现在在开始前先把速度调到10000左右，从低速开始打磨，然后就跟着转的方向顺着磨。磨了一阵之后，可以看到移除的材料还是有点少，所以就把速度上到20000，然后再继续打磨。把速度调高后，可以看到移除的材料也变多了。与此同时，机器旋转的噪音也变得更刺耳，所以也建议戴上耳罩。把大部分的材料都移除后，接下来就是要准确的磨在线上。现在把速度调慢，这样才比较容易控制。先把两边靠近标记线的材料都磨掉，然后再把中间磨平的话，效果会更好。在磨边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一定要从边缘磨进去，所以如果是这个边缘的话，就要从这里磨进去。这是因为如果从内往边缘外边磨的话，磨机有可能会不受控制。把另一边也同样的磨掉后，接下来就要示范一下使用延长线的方式。把机器关掉后，拿出延长线，延长线上会有一个小配件，这个小配件是用来固定延长线的。在换上延长线之前，先把机器清理一下，先把磨轮和夹头拆下来，然后把这个部分拆掉，装上刚才的小配件，然后把延长线里面的金属线对准那个小配件，然后锁上去。接下来把磨机尾部这个金属部分打开，然后只要挂起来，这样就比较好操作延长线了。接下来把主机上的夹头装上去，把细磨轮安装上去，锁紧后就可以正常打磨了。接下来就跟之前一样，只是这次会使用慢速给表面抛光。磨完后大致上就会像这样，最后再把其余的部分给磨一下好了。
最后呢，你们可以看到我手上现在有这2款打磨机，这个就是我新买的这个 Dremel 4000，然后这个呢就是以前在淘宝买的这个中国制的比较便宜的打磨机。这个便宜的打磨机呢，就是我用了好多年了，实际上我也花了好长时间才适应这个打磨机。结果呢，直到我用了这款之后，我才发现到原来贵的打磨机真的有它贵的理由，主要就是这一款打磨机它的手感真的超棒的。比起这一个的话呢，就好像我刚才示范给你们看的，就是你在磨的时候肯定要跟着它的方向去磨吧。这一款打磨机的话呢，在磨的时候它很容易就被表面的这个磨轮给牵着走，反而这一款打磨机的话呢，我居然还能够停留在那一个点来去打磨，所以我觉得这款打磨机真的是有它贵的理由在。但是这款其实也不是说不能用啦，就可能操作上还要花一段时间才能比较快熟悉还有上手。这2款打磨机我会推荐哪一个的话，老实说我2款都会推荐，不过最主要还是看你的用途。我个人呢是一个全职道具师，所以我经常会用到打磨机，所以如果你也是一个很常做道具的人的话，我觉得这一款打磨机真的是你应该入手的那一款。反而如果你只是新手，或者你只是想要打磨一些小的道具啊，还是什么，你没有那么在意这个精细度啊，还是手感啊，这款打磨机其实也是适合你的。可以说一般上市面上这些便宜的这些打磨机都是适合使用的，只不过使用的时候不管如何，你还是要注意你的自身安全，因为不管是这个还是这个，它始终都是高速旋转的工具，所以不管怎样都还是要做好你的安全措施，把呼吸器戴上，把眼罩戴上。然后最后呢，这2款打磨机因为价格真的是差了好远，所以我不能够完全推荐这一款给新手。虽然这一款真的是超好用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额外的预算，你也觉得你想要一个比较好操控、比较耐用，还有名牌的打磨机的话，那这个就是绝对你的首选了。这个是 Dremel 4000，我是 Leon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个赞、订阅再分享出去。此外，如果你还想继续支持我的话，欢迎到我的 SE 去购买我的图纸。我们下次再见。